挑衅在先，中国的抗日英雄才动的手，一记漂亮的顶膝直接顶碎了日本选手的下巴，躺在地上俩眼一瞪，貌似没了呼吸，身体像刚出土的木乃伊一样躺得笔直。医护人员急忙开始掐人中进行抢救。就在魏睿获胜之后没多久，下巴被打碎的日本选手的哥哥来华复仇。他哥哥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，在日本算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，尤其是他那要人命的重拳，摧毁了一位又一位世界冠军。仅凭一双铁拳就打上了世界排名第1的位置。常年在日本打比赛的林健太，为了给弟弟复仇，不惜走出国门向中国魏睿发起挑战。可别忘了，魏睿可是中国搏击擂台上为数不多的抗日英雄，只要让魏睿遇到日本人，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，甚至是拼了命使劲走。这一次日本排名第1算是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，为了给弟弟报仇，林健太也是拼了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睿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林健太是日本踢拳界王者级别的人物，首次来到鱼龙混杂的中国拳坛，竟然是为了给弟弟报仇。看来他兄弟2个的感情十分雄厚。反观魏睿则是来者不拒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2个魏睿就打1双。面对眼前这位实力非凡的林健太，魏睿照样能稳住情绪来与林健太展开对抗，3次 KO 对方，非常有实力的选手。魏睿本次呢，教练依然团队是布置了要让他控制节奏，因为给对方以快打快，并不是我们的特点。还是控制节奏，用自己的渗透能力反击对方。是，林健太说，94年的选手应当是172，魏睿呢大家非常熟悉了，91年应当是176。我们一直说魏睿为什么面对日式选手胜率高？魏睿很擅长就是用先把对方压制住。我们看刚才一上，就是因为魏睿太过熟悉日本选手的战术打法，所以被称为中国搏击擂台为数不多的抗日英雄。这一拳绝对的势大力沉，直接把林健太闷在了地上。很明显，魏睿这一拳打得非常突然，打得林健太的脑瓜子有点懵懵的，根本不相信魏睿竟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。那我就好打了。虽然遭受了重击啊，但是表情上还是这个充满了斗志。林健太本人也是一个这个击破型的选手啊，就重击能力很好，一定要魏睿也要小心。漂亮，当当。可惜整个这个时候很紧张，2个人都是绷紧了。是，林健太找机会，没勾着。被击倒一次的林健太脑袋有点乱，总体来说还算可以。毕竟林健太是日本排名第1的踢拳王者，拳脚功夫相当了得，自身的心态也不会太差。反观魏睿依然是以退为进，继续与林健太展开周旋。手握大比分优势的魏睿也没着急，果断将全部重心放在了迂回拉扯上面。不过身处劣势的林健太岂能轻易放过魏睿？那我们都说在进步和退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这个丹田下划线在这个地面的这个位置。但魏睿不太一样啊。节奏啊！别慌，恢复节奏。找机会，魏睿勾腿啊，这个小动作很好啊，勾对方腿让对方失去平衡，然后再打。是，漂亮，劈挂腿。整个魏睿还是用腿在控制，晃来晃去的魏睿内心非常淡定，随时都有可能对林健太发起一波猛攻。碍于林健太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，魏睿才没有给林健太施加太多的压力。反观林健太来中国的目的就是给弟弟报仇。纵横国际拳坛多年的林健太，总不能到了中国吃一个闭门羹就走。这个龙拳会啊，也是这个新 K1 旗下的一个这个拳馆，很擅长这种踢拳规则。好，这回合的比赛完了，进行第2回合的比赛。魏睿的这个腿法呢，不像邱建良的那个腿法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魏睿的进攻欲望突然变得异常猛烈，一套拳脚进攻击退了正准备发起进攻的林健太。第1回合魏睿只是简单试探了林健太，没想到一不小心还击倒了林健太一次。这对于林健太来说，在本就不占优势的前提下又陷入了被动。然而林健太可是日本大名鼎鼎的踢拳高手，岂会轻易让魏睿牵着鼻子走？不管怎么说，林健太是发起挑战的哪一位，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表现的要比魏睿强点，这才能表达出要给弟弟报仇的决心。实际上是首屈一指。漂亮，点线。右手继续连击。走。塞了林健太一个趔趄。好，又打中了。好，看能不能持续保持这种高压的进攻态势。中了几次，现在魏睿可以开始进行终结的动作了。也要给对方产生的这个以真极大增长。精湛的拳法保护了林健太很长一段时间。此时的魏睿不甘被压制，于是便从被动转向了主动，开始采取强制措施，试图压制林健太。反观林健太也是步步为营，丝毫不让步。
拿着他那杀人如麻的重拳就开始与魏睿展开互换。如此一来，魏睿要么选择锋芒毕露，要么就是和林健太死拼到底。把这个气儿蓄满了，然后再发力。魏睿在腿法上是以控制为主的，那么拳法上是以重击为主。哦，又一个第三，好，又塞上一拳。哦，漂亮！继续啊，一个右手平勾，高压的进攻开始，还有没有继续？你看魏睿一直保持着什么？我往前进一下，我诱你出拳以后，我再打反击。对，这也是这次大东翔的教练给魏睿布置的战术啊。这个身法的移动真的是很好。林健太称霸了日本踢拳界长达5年之久，全凭一双铁拳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在与魏睿展开对拼的时候，林健太根本不实施任何腿法进攻，全部都在用拳法来与魏睿展开正面对抗。反观魏睿则是拳脚并用来干扰林健太的心态，长时间的拳脚进攻打得林健太有点心不在焉。林健太的抗击能力还真是好，这个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面部表情啊，都一直是这个没有输。想想在进入 Crush 这种妖怪横行的这种联盟里面，林健太是完胜啊！到目前为止，进 Crush 之前是完胜。而且是一个75%的终结率，4战3 KO。魏睿也一定要小心啊，对方并不是一个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两人已经整整对拼了2回合6分钟，魏睿也不再继续忍让，各种小心思都拿出来对付眼前的林健太。精准的拳脚劲惹得林健太彻底暴怒，不管后果如何，拿着拳头就和魏睿展开对拼。此时的林健太已经顾及不了其他，唯一能获胜的方式就是读秒魏睿或者是 KO 魏睿。但 KO 魏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林峰的比赛里，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比赛。那我们的殿堂级赛事，我们的勇士的荣耀7月2号在济源的比赛，那您就一定不容错过了。是，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，贝特伦会出现在我们的比赛中啊。这也将是公安力要面对的这个最难打的一个队。这一个提档正是林健太想要的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调整一下状态。林健太是日本的踢拳王者，拳脚功夫非常厉害，但为了给弟弟报仇，林健太完全忘记了实施腿法进攻，全部将重心放在了拳法上面。多次的拳法进攻也是让魏睿制造了大麻烦。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顶级赛事给您带来的魅力。林健太现在找机会。我们看林健太找着了，现在在往魏睿的这个弱势手右手方向开始转了，找到这个方式了，这个往小心。林健太的左脚的步子一直贴着魏睿的外沿儿，对，这是魏睿的一个一定要小心的地方。应该说经过刚才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，现在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。看多次已经击中魏睿了，林健太找到了这个节奏。林健太所实施的拳法进攻有点软弱无力，并且状态下滑的也比较严重，其后就被魏睿再次放倒。体能消耗殆尽，再加上状态已经无法继续支撑林健太继续打下去，最终魏睿终结了林健太。想在中国的地盘上给日本人报仇，林健太绝对是白日做梦想的美。林健太2个新人王的头衔 ，France 全胜的战绩啊 ！KO， 魏睿 KO， 对方直接弃权了。那这样的一场比赛，魏睿是干干净净拿下这场比赛。日本选手林健太目前在 Crush 的战绩是4战全胜，是一名非常强悍的选手。4战全胜3 KO。即使在刚才被 KO 之前，非但没有给自己弟弟报仇，差点还把小命搭上面。魏睿虽然不是少林弟子，但照样专制不服。还有不服气的日本选手还可以继续挑战魏睿，正好魏睿缺点人头来增加战绩的美观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魏睿打几分？